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呢，把这个张作品呢，把它整体，把叶子啊整体的加一加，画一画，然后我们再来把这个上面的蜜蜂啊、小蜜蜂啊什么的给它添上去啊，它就完整了。好，那么现在啊，我们就开始吧，我们也不等了啊，7点了，我们正式开始。首先呢，调这个颜色啊，那么居莲画这种墨骨啊，特别是画叶子，它会用到很多的这种撞色的方法。那么撞色的同时啊，它会撞一些水在里边啊，所以你看到它那个叶子呢，比较的通透，对吧？颜色边缘呢比较清晰，但是中间的颜色会比较浅一些啊。就像西方画油画啊，它有时候那个暗部里边还会有一些反光的这种感觉。那么它是往里边撞了一些水在里边啊，或者是颜色调的比较稀啊，然后撞进去，调的比较浅，那么形成这种效果。那么跟运寿屏的这种画法又不一样啊，运寿屏的这种，它的墨骨呢是颜色啊比较平均啊，比较均匀，整个的是像染出来的这种感觉，对吧？啊，比较没有太明显的啊这种深浅变化，以及里边有丰富的颜色的变化。那么它呢是要少一些啊，比较的统一。居莲的这种啊撞色的方法呢，它就是颜色比较丰富啊，里边变化比较丰富，深浅也比较变化也比较多啊，所以这是两者不同的地方。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调一个啊，先调这个深色的叶子啊。那么深色的叶子呢，通常是偏这个花青啊，偏花青，里边可以加一些淡墨进去啊，花青墨。倒一点墨汁。那么这个花青啊，注意啊，如果是用那个玛丽颜料的同学啊，这个花青一定要小心，那个杂质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过滤好，让它沉淀一下啊，用上边的，底下的呢就不要用，底下的那个杂质啊会非常的多。好，那么这个颜色它其实不叫花青啊，这个颜色不叫花青，它比较蓝。花青呢颜色比较暗沉一些，所以我们用这个颜色的话呢，我们里边兑一点墨汁的进来啊，兑一点淡墨进来，那么它就会比较接近于花青的颜色啊。再继续调。哎，你如果有这个颜料啊，你都可以试一试啊，各种颜色呢你试一试都没关系。多调一些啊，因为用的比较多。你看它这个里边的叶子啊，都比较深啊，深色的地方比较多。那么你可以稍微多调一点，然后呢，笔尖呢再调一点淡墨进去啊，差不多了，可以了。那么另外再准备一个碟子呢，我们要调一些这个浅色的叶子啊，就偏绿的叶子。那么偏绿的叶子，它其实是就偏三绿一些啊，偏三绿一些。里边呢，可以在这个颜色的基础之上啊，我们可以加一点三绿进来。好，我们现在一起把颜色调出来。比如说你如果颜色比较丰富啊，里边有什么，哎，这个有这叫什么？就浅绿吧，啊，草绿吧。如果有这样的颜色，你看啊，语言图里边的啊，语言图里边的那个就比较接近一些。那么你也可以呢调一个这个颜色出来，对吧？哎，调一个这个颜色里边再加一点这个，你调和一下试一试，可能就不需要用三绿了啊。
哎呀，但是调出来它比较偏什么？偏黄啊，偏黄。你再加一点这个颜色，哎，它就会比较接近一些了，看到没有？就比较接近一些了。那么这个三绿啊，它其实也不是三绿啊，叫什么花白绿啊，花白绿，你也可以调一些。可以，我看看啊，可以由易到难，可以啊。我这2节课，因为我说了嘛，我是刚开课，所以，先试一试啊，摸摸大家的这个情况。一会儿下课之后呢，我会拿几张案例啊，给大家挑选一下我们下一节课的内容，有简单的，有难的啊，大家挑一挑。好，基本上啊，有了这2种颜色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啊，开始了。对，蜀宣纸啊，蜀宣纸。这个放哪儿呢？这个图大家还看不看了？大家手里有吧？我缩小一点吧。啊，我们先画这个大花啊，大花旁边的这个叶子啊。那么从底下这一块开始啊，从深的地方开始。首先呢，我们把这一块啊给它填上。那么画的时候，首先啊要注意这个叶子的形状。那么画牡丹的叶子啊，前面大家应该都学过吧？牡丹的叶子它是什么形状啊？哎，掌状五裂，对不对？不是掌状五裂啊，它其实是三部分啊，它其实3部分。掌状五裂是那葡萄啊，类似于这种的叶子，而且要注意什么？它的这个形状啊，我们画的时候稍稍要注意一些这个形状啊，特别是叶尖的形状要注意一些。那么中间部分呢，我们可以加入一些写意的这种笔法，比如快速的啊写出来。那么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画画的一个速度，以及呢能够把我们所学到的这种写意的笔法，你能够运用出来啊。那么这就是学科啊，这个画法之间啊，学科与学科之间呢，互相的这种影响，对吧？是能够提高的，互相提高。所以大家在学的时候啊，你会听老师讲到很多的画家，他画写意画呢，会运用到墨骨的技法。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看看这个水啊，是积在上面啊，看不清案例，案例我已经发给大家了啊，在群里边有，已经发给大家了。那么在这个上面呢，如果案例放的太大，那你就看不到我画画的画面了啊。看到没有？呀，猫头鹰同学来了，谢谢猫头鹰啊。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这个颜色啊，其实不对，为什么不对？你看看，大家看看这个案例啊，它其实最深的地方在里边，对不对？边缘处呢，它是偏浅一些。那么我们把这个绿色，我们刚才调好的这一盘绿色啊，画浅叶子的这盘绿色，我们运用到一个撞色，虽然它不是特别的多，那么我们少撞一些啊，少撞一些到里边，那么它会有了这种颜色的变化。另外啊，可以再来一支毛笔啊，再来一支毛笔。刚才提到过啊，有什么撞水，对吧？有撞水的这种感觉啊，比如撞一滴水进去啊，滴2滴水进去，那么它自然而然会把颜色啊往边上赶啊，往边上赶，往里边赶，看到没有？干了之后，它这个地方就会有这种颜色的变化。当然，这个水不能让它积在上面太长时间啊，我们先让它积一会儿，过一会儿呢，我们把它吸一吸啊。好，
继续，那么就是这个方法啊，同样按照这个方法呢，我们把剩下的旁边的这个叶子啊也给画一画。那么它这边啊有一片浅色的叶子，还有一片非常大的叶子啊，我们先给它画一画吧。刚才因为声音有问题，我又退出重新开的啊。好，那么其实这些叶子里边啊，它不一定完全就是我们调好的这些颜色啊。我们完全调好了这个颜色，如果全都是这2种颜色呢，它又缺乏变化。所以在画的同时，我们随机应变啊，要不断的往里边增加新的颜色，这样画出来它有丰富的变化。那么这片叶子，你比如说这片叶子啊，这个颜色目前感觉太鲜艳了，对不对？哎，有一些鲜艳没关系，我们先把它铺出来。一会儿我们通过往里边增加颜色啊，来改变它的色相，啊，改变它的一个饱和度。画的时候自己找好自己啊用的比较顺手的这个毛笔啊，比较顺手的毛笔。那么通常我们画这个墨骨画呢，用到的毛笔通常和工笔啊类似，你比如说大白云、小白云这样的啊就可以了。比较省笔，对吧？比较省笔。好了，那么现在这个啊背面的这个叶子的颜色呢，我感觉啊太嫩了，对不对啊？太嫩了，往里边加一些啊，比如说往里边加一些局部的地方，我们用刚才的这个颜色啊往里边点一点，就很随意的点一点啊，点一点。那么还有的地方感觉还是太绿，哎，我稍稍调一些什么笔上啊。调一点赭石往里边啊，边缘部分我稍微调一调，哎，有一点赭石的感觉，再把它点进去啊，把这个点进去，那么它的这个颜色马上就会变得沉稳一些啊，是吧？会沉稳一些，没有那么鲜亮，否则太鲜亮了啊。要注意啊，这个颜色不要积得太久。那么这边也是啊，这边的叶子也是啊，颜色呢，我感觉积的有点时间长了点，吸一吸，把这支毛笔呢在碟子里边刮干一点啊，刮干一点，刮干一点啊，我们吸走一部分。深的地方依然让它留住啊，依然让它留住深的地方。如果觉得不够深，同样呢，可以笔尖再蘸一点点淡墨啊，蘸一点点淡墨，稍微调一调吧。这就是啊撞色，这就是撞色啊，你撞进去一点点，虽然不多，感觉不明显，但是有跟没有它还是有差别的。最后，好了。那么这个叶子这是背面的，那么现在我们用这个正面的颜色啊，首先快速的把它铺好。这个居莲画的东西啊，非常的可爱啊，它这个造型非常的讲究，讲究这些细小的地方啊，这些尖尖角角的地方。你看它这些尖尖角角的地方处理的非常的微妙啊，特别可爱，画的这个叶子的形状，胖乎乎的啊，画的像个小朋友一样。然后呢，里边重的地方，哎，再点一点啊，就笔尖往这边点，不断的点一点，那么它的颜色就会积在上面啊。哎，晚上好，脱颖而出，来迟了。
刚才我还看你给我发微信呢。好嘞，那么这边啊，这片叶子，那么牡丹的叶子它就是有3片组成，对吧？这种感觉的。好，同样啊，把颜色呀往这个里边积一积，然后这支笔呢，上面装一点颜色啊，装一点绿进来，装一点绿进来。所以群里有高清图啊，没有高清图的同学觉得看不清啊，赶紧进群，群里边有，每次上课之前呢会发给大家。然后那个课程啊，课程我也传上去了啊，传上去了。那么头2节课呢，我设置的是这个，都可以看完啊，无论你买没买都能看完。你先看一看啊，先看一看，能够跟着画一画呢。没有看见小黄车是不是啊？我不会弄这个小黄车，弄1天了也没弄好。深色的叶子是花青调的这个淡墨啊，花青调淡墨，也可以用什么？也可以用这个花青调淡墨里边啊，可以加一点点赭石，加一点赭石，它会沉稳一点啊，不会太蓝。我这个有点偏蓝了啊。好，稍稍的快一点啊。那么同样画这个也可以用这种接色的办法，行不行？也行啊。之前画花瓣似的这种感觉也是可以的。那么至于它这个啊，你看它这个造型啊，画的跟荷叶似的啊，它这个起伏凹凸感啊，特别的明显，特别的强烈。弧线运用的特别的多啊，在画面当中。要自己，我现在还不太会啊，没弄明白，等回头再研究吧。因为今天，主要设备还老有问题啊，所以我先以设备把相机调了一下。反正这个课呢，你可以买不买都能看头2节啊。我头2节呢就是这幅作品，你可以去学浪 APP 里边啊，你去那儿搜我，然后就可以免费看，可以免费看。啥子在响啊？没有吃糖啊。电脑的主机在旋转，在运转。好，看这个，那么这片叶子啊，暂时呢就画到这儿啊。比如说这个绿的地方，哎，可以撞一点水进来。背面的地方你撞一点水进来啊，它颜色就会通透一些，你会感觉它通透一点。那么觉得不够深的地方，你也可以继续呢撞一些深的颜色进去啊，撞一些深的颜色。好了，那么继续啊，我们继续。那么它这底下呀还有很多的这种小叶子啊，还有很多小叶子，我们快速的给它画一下。方法都是一样的啊，方法一样的。啊，还有一片非常浅的叶子啊，它还有一些比较，比如说刚发芽的这种叶子，刚长出来的这种叶子，对吧？哎，偏红的这种叶子，看到没有啊？偏黄偏红的这种叶子，那么我们需要再
再来调一个颜色啊，再来调一个颜色。啊，需要再来调一个颜色。那么就是在这个花的周围啊，有一些黄色的叶子，你可以在这个绿叶的基础之上啊，在这个绿叶的基础之上，那么加入藤黄，调入藤黄啊，调入藤黄，它的颜色就会变黄了，对吧？黄中带点绿啊，就是这个感觉。不能是完完全全的藤黄啊，完完全全的藤黄啊，太刺眼啊颜色。同样呢，它还偏红，对吧？那么用我们昨天画花的这个啊，画花的这个曙红啊，哎，把这个碟子拿出来啊，曙红的碟子拿出来，拿着笔蘸一点曙红，颜色要亮一些啊，要亮一些。好了，我们把这块的小叶子给它画出来。如果感觉绿了，你再继续加藤黄啊，继续加藤黄。感觉绿了，可以再加藤黄啊。看它尖的地方呢，可以用曙红。哎呀，这个红有点不太红了，那我再调一点啊，调一点干净的。如果曙红的颜色呢太冷的话呀，你可以曙红里边加一点这个朱砂进去啊，和曙红调一块，那么它这个颜色就不会显得太冷啊。因为曙红的颜色啊，它是偏冷的，它虽然没有胭脂色那么冷，但是它也是一个偏冷的颜色。好，咱们画的和原画有一些出入啊，这个花的花瓣的外围的地方啊有一些出入，没关系吧？然后叶尖的地方啊，叶尖的地方就用这个曙红啊，一接色啊，两个颜色一碰撞，它比直接那么去染要好很多啊，要自然的多，它自然的流淌出来的形状啊，它有一些随机性在里边。你知道画写意为什么写意画为什么会有一种很上瘾的感觉呢？因为写意画呢，它是要什么？写意画它有一些随机性啊，不可预测的这个不可预测性在里边啊。学浪是要收钱呀，但是头2节课你可以免费看的啊，你不用购买，然后你点开它，之前不有试看吗？试看会设置那个试看的时长，那么我设置的时长就是全部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好，好，那么我们就快速一点把这些画出来，不然呢今天这个可能又会画很长时间。看这菊莲啊，菊莲菊巢，你看用色非常的大胆，这种颜色这么嫩的颜色啊，一般很少人敢用，特别是在传统绘画当中啊，一般是没有人这么用的啊。这老先生厉害呀！
好，那么我们再来把周围的下面的这些给它画出来。那么它的颜色的运用它不会是把同一个颜色的叶子不停的叠加，它不会啊。那么你看它这个颜色的叶子叠加完之后，颜色调不了那么深，加墨呀。大家看，你看这个颜色它是一个深的，对不对啊？中间间隔一个浅的，然后这边又是一个深的。那么这边开始这边下来它下来之后，周围有一片深的，深的下面又是一个反面的浅的，然后又是深的。那么这个深的为了和上下左右区分，它往里边撞水了让它变得通透，否则就容易糊成一块儿，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画的时候要考虑到的一些问题你如果考虑的比较全面的话呀，你的画面就会比较精彩耐看，对吧？我考虑的少，可能就没那么精彩了。我往这儿再加一小片加一小点儿，给它间隔一下，区分一下。好嘞。好啦，我们继续继续。大致我们大致呢就有一个这个形状有这个叶子形状的感觉你有这么一个感受在里边就可以你看，然后它这一片叶子这一片叶子，它里边又变化很丰富。看不见了，我们看不见的呢？深的地方深的地方要深。然后该撞水的地方撞一些水进去要敢于撞水要学会撞水。看往里边撞拿清水笔，撞进去。然后还有的地方呢，又用了一个比较鲜嫩的这个绿色就是我画背面的叶子的绿色笔都不够用了，笔都不够用了。这就是撞色撞色。侧面看一看看看。好，今天我们能把它画完，继续调色如果背面的这个绿你觉得太亮了，可以给它里边加一点赭石或者加一点其他的这个深色的绿色进去。总之让它每一片叶子呢，这个颜色略微有一些这种差别。
如果太亮还能加赭石。对呀，花瓣是撞出来的啊。工具清单有啊，工具清单有啊。你看它这个形状啊，这个叶子的形状，这种起伏的感觉。手机能看啊，手机也能看啊，手机当然能看了。你看这个缝里边，这片叶子颜色最重啊，最重的就是这一片叶子的颜色。一会儿我们要把它加重一些。它不光蓝，它还得绿啊！它不光蓝，还得绿。再加点绿进去啊，装一点绿。那么这个绿要深一些的绿啊，深一些的绿。让它黑绿黑绿的啊，还得蓝啊，还得蓝。再加一点淡墨啊，觉得不够呢，可以随时调整啊，一定要随时调整，根据自己的画面啊。你看，我觉得它不够深，我又兑了一点淡墨啊，兑一点淡墨进来。那么这些我觉得不够深的地方，我趁它没有干啊，我统一再兑一点淡墨进来。包括这些地方啊，是都可以的，只要没有干，你可以及时的做任何的处理。如果干了啊，就尽量不要动啊。干了的话呢，再去改变它的这个颜色啊，可能是不太好的，会有明显的这种水痕啊。湿的时候，它是可以被改的天衣无缝的啊。如果干了的话，人为的痕迹会比较明显。好，那么继续啊，我们继续往上走。画这个墨骨画，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吧？画的时候一定要专心啊，一定要专心。而且有时候还不能中断啊，一中断了，你比如说画某一大片啊，你如果中断了之后啊，颜色不太好接起来，特别是不能干了之后，所以如果要停，你得把这一片啊，起码得把这一片叶子都画完了之后才能停手，否则不能停手。好了，那么继续啊，现在绕到上边来了，绕到上边来了。
那么你看啊，它是一浅一深一浅，然后这个缝里边呢又夹杂着一小点儿啊，夹杂着一小点儿比较深的地方，深的叶子。把这个形给挤出来。啊，原来跟我画猴子了。好，你看浅深浅深，哎，深浅。那么这个是浅的，那么这个是比较深的，这个相对于它来说又是浅的，对吧？哎，所以它是不断的啊，有这种深浅的叠加层次的变化，这就是一个规律嘛。假如说全都是一个色儿啊，那就糊一块去了，那最后就不能看。好啊，继续啊。这是一个反面的啊，反面的。你看它的叶柄啊，叶柄处呢是红色，撞入红色进去啊，叶柄的地方。大家说什么话了是吗？我看看啊，刚刚没太注意看啊。呀，谁要帮我做客服呀？咱还缺个助理啊。我把这个图往旁边放一放，往旁边放一放，放这边吧。现在画到这个小花啊，画那个小花的右边这一块了啊，左边这一块的叶子了，往旁边放一放啊。我把这个镜头往这边来一来，好了。啊，你可以同一个颜色啊，比如说这一片啊，这一片呢有很多的这个反面的这种比较嫩的这个绿色，你可以呢全部给它画出来啊，全部给它画出来，这样稍快一些。同时要注意啊，注意这个叶子，不要积了太多的颜色啊。这一片叶子让它虚弱一些，平一些。那么我们的颜色呢，就不要积的太多啊。如果积多了呀，在上面它就干了之后它就会深啊。那么花蘑菇就是这样啊，哪儿积的颜色啊，时间越久越多啊，那么它干了之后，它的颜色就会越深。所以你想让哪个地方深啊，你就让它多积一会儿色。想让哪儿浅啊，你就这个颜色啊，你上去过一会儿呢，你就赶紧给它吸干净啊，吸干净。那么它干了之后啊，就会浅。也可以用撞色的方法啊，因为这片叶子它里边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颜色，你可以接色，哎，也可以撞色。我用的是樱花牌的啊，不是叫什么？吉祥。
用的吉祥牌的啊。对对对，吉祥吉祥。哎，好，下面啊，你看它里面啊变化太丰富了啊，它这个叶子与叶子之间呢，这种叠压啊，包括叶子的朝向啊、形状都各不相同，非常的注意处理各种的不同啊，所以它的画呀非常的耐看嘛，画的非常的精彩啊，就是因为细节多啊，不是千篇一律的，有生机啊，有生命力，有很强的这种生活气息。对生活的观察非常的仔细入微，这就是咱们为什么经常要写生啊，写生的意义也是如此。写生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让你观察啊，观察这个物象，对吧？小春望月啊，报的课一节都没上呀，哎呦！回放看了吗？买的是情怀呀，哎。咱们都有共同的这种悲惨的经历。蹭课也，猫头鹰能蹭到课也值了。像有没蹭课的啊，那就比较惨。我目前呢是这几天每天晚上都直播，明天不播了，明天不播，因为有点事儿。然后星期一再播。你是买了 VIP 啊？哎呀，掉人了！刚开的时候都是，好像我看的是300多人还是400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今天呀，周六人多。
多人不喜欢蘑菇啊。不喜欢蘑菇，回头上个小协议啊。等我的卡纸买来了，咱们安排2节写意课，穿插着上啊，穿插着上。不然的话会疲劳啊，一直画这个蘑菇啊，会容易疲劳。想学啥咱都能教啊。你看它这个叶子画的啊，这个叶子画的真是胖乎乎、肉嘟嘟的啊。像这样的这种造型啊，这种造型呢，你可以学一学，记一记啊，可以记。呀，是不是看不见了？啊，我再缩小一些啊，缩小一些。好，那么我们就干脆啊，就先把上面这一片完成了吧。上面这一片啊，我看看现在是今天应该是能完成了，现在才7:47。对，干了之后再来补这个叶脉啊，补叶脉。我看了有些同学昨天因为搞这个小黄车也没搞成啊，所以昨天看到的大家的有的作业我没有及时的给大家回复啊。今天我看群里边看有同学发的，那作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这种白色的处理上啊还是有问题的，就是颜色还是白色还是厚了啊，白色要薄。另外就是这个线啊，就是这个线呢，不要太明显啊，这轮廓线啊，这种感觉不要太明显。有同学这种线性的感觉、勾的感觉太明显了啊，勾的感觉一定要给它减弱一些啊，勾的感觉太强了就会显得生硬啊，像画就成了像画那个工笔画似的了。然后现在是调的这个，这旁边的附近的这个嫩叶啊，嫩叶。从下节课开始呢，我就把这个线描稿给大家发下来啊，你可以给它打印出来啊。有的同学不要去特别是我看菊妹同学好像是勾的，用铅笔勾，你不要去勾，你把它放在底下，或者你勾完之后，这一张纸你放在底下，上面再垫一张纸啊，你把它垫一张纸，这样你既可以看到底下的线，对吧？你画在上面又不会有这个铅笔印。就像小时候啊，用那个熟宣能打印，不是你
把线稿打印出来啊。你把线稿打印出来，你垫在底下。我回头发一个视频发到群里边大家看啊。你比如你看我这个表在板上的纸了没有？哎，我底下垫了一张纸，看到没有？你如果把底下垫一张那个线稿放在底下，打印好的线稿放在底下的话呢，你不就能看见了吗？对不对？哎，你就能看见了，你不需要在你要画的这张纸上描，明白吗？啊，我这个底下是垫的一张纸啊，没有打印线稿。如果想要的同学呢，从下一节课开始啊，我有时间的话呢，我就给大家画一个线稿啊，画一个线稿，你就可以想打印出来也可以啊，不想打印想看着对照着描一描也行啊，自己描一张垫在底下也可以。就是各种这个偷懒的小技巧啊。画这种小画还好，如果是画大画，比如我们搞创作，有时候画大型的这种墨骨作品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起一个稿啊，起一个线稿，那么也是打印出来，垫在底下，或者可以用铅笔轻轻的描一描啊。稍微改变一下啊，稍微改一改，变一变。从那个学浪 APP 里边啊，可以用这个红色啊，就我们用的红色，把它的这个杆儿给它画出来啊，这个枝子。那么这个枝子呢，它是一个草本的，对吧？所以呢，它可以画成红色啊，可以画成红色，不要太细啊，用中锋用笔给它写出来啊，不要太细。注意有这种，我们经常讲古法用笔，对吧？古法用笔啊，就有这种骨骼的感觉。然后中间呢，你可以点一些刚才用的这个绿色啊，间接性的点一点。那么它既有这个变化，相当于有血色啊，又呢有枝子的颜色，对不对？哎，这边也是啊。对，我的主页上有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我还没看，不知道。反正我是把那个课已经传到这个学浪里边了。
让它接在一块儿，这个缝不要留了啊，给它堵上。好了，那么上面有一部分这个深色的叶子啊，继续。同样啊，这个枝子呢，它也是红色啊，有一点红色。哎，你看用笔的时候像写字一样，对吧？我们讲这个古法用笔，讲这个书法用笔，特别是像画这些枝子啊，这种地方啊，那么都是要注意这种书法的用笔，包括徐渭啊，徐渭画的什么东西，画的那种竹子、葡萄那些啊，他的那些就是经常用到一些草书的用笔在里边。好，继续啊。你看它有浅必有深啊。呀，感谢这几位同学啊，一直在帮我吆喝。一遍啊，不用染几次，你看基本上都是一遍成，不需要染太多。这叫撞色啊，不叫染。哎，然后再往深的地方啊，深的地方哪深呢？我们就往哪点，轻轻的点一点啊，用这种点的方式。底下还有一片，底下这一片啊要弱一点。那么下面这一片藏在底下，你不要和它和上面一样了啊，可以稍稍浅一点。那么刚才说到了，如果想让它浅一点呢，颜色干一些啊，它干了之后自然会薄一些，就会虚一些啊。好了，啊这边还有啊，上面还有一部分，那么上面这一块就快画完了啊。啊，怎么了？老师停一下，怎么了？集体点赞呢？行，我先把这一块画完，好吧？画完之后呢，就这一小片了啊。画完之后，我把图缩小一些啊。
再撞一些颜色啊，再撞一些颜色进去。深的地方啊，再给它添一下。哎，好，我喝一口水啊，休息2分钟，缩小一下，看看效果啊，看看整体效果还是不错啊。哎，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喝个水。下载了你就搜我的这个名字就行了，搜我这个抖音名啊，徐峰来云国画，就能找到我的店铺啊。好，大家如果跟画的同学也可以休息休息啊，活动活动，抬抬头，活动活动脖子。还有7只小蜜蜂啊，7只小蜜蜂，有一只藏在了花丛中。颜色调不准没关系啊，你先把这个方法学会。这个颜色啊，其实，哎，不一定非得跟它一样啊。颜色呢，我们有一种啊，可以是主观的颜色，可以是客观的颜色，对吧？你看，有的人把花画成什么蓝色的，各种各样颜色都有，它其实不是特别的重要啊。比如说叶子呢，它有的它不画绿色的叶子，全是蓝色的叶子或者紫色的叶子啊，都可以，对吧？原作颜色就是这么鲜亮啊，就是这么鲜亮。我看看啊，趁着这个时间，挑了几张画啊，大家看看，全都是他的这个，哎呦，还没干，蹭到了啊。挑了几张画啊，下一节课大家看看画，这个是简单一些啊，这是没学过多久能达到这个造诣啊？学个1年半载啊，学个1年，这个墨骨啊，你学个1年，差不多就能学会啊，起码能够临摹啊。别的创作不敢说，临摹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简单一些啊，如果说下节课觉得难了，可以画这个啊，这一张也挺漂亮的啊，这一张也非常漂亮。这往后的课程里边都会给大家安排啊，这个也很漂亮啊，这个画的是白菜啊，白菜还开了菜花，看到没有？开了菜花，这不是油菜花吧？就是白菜啊。以后这些都可以放在我们的课程里边啊，课程案例都可以。这个是葡萄，葡萄，看它颜色非常雅致，对吧？它不是像一些画里边特别鲜艳的这个绿叶啊，紫葡萄特别紫，特别绿，锃光瓦亮的啊，它不是这样的，它画的就比较舒服啊，给人看了就比较舒服，这个颜色很高级，对，很舒服。还画一些这种山花的感觉啊，小泉水啊，小花，小杜鹃吧，这是。这个，看看这个，这个可有意思了啊，这个可有意思，金蝉脱壳，金蝉脱壳，看到没有？哎，金蝉脱壳，
这是个空，哎，我看哪是个壳呀？这是个壳，白色的蝉啊，这是个壳啊。这画的是栗子啊，画的栗子，很漂亮吧？这画的特别有情趣啊。它不是说简单的一张画而已，这画的特别的有意思啊。它好多画，哎，这个蝴蝶，你看看这蝴蝶，这不比这个送画的那个蝴蝶差啊，不比送画的那些蝴蝶画的差，画的非常的漂亮啊，看到没有？非常的美。一会儿下课了，我们挑一挑，看看下一节课画什么啊？可以画在卡纸上，也可以画在书宣上，都可以啊。这个没有画在卡纸上呢，它可能效果会好一些，它平整一些啊，可能会好一些。好了，那这会儿我就继续了啊，继续了。我们接着往上面啊，我就把上面这一块呢先画完。不都是墨骨啊，穿插着上啊。以后我是预备的是一周上个2堂墨骨课，上个2堂写意课这样的啊，穿插着来。这样一个大家学习起来啊没有那么累啊，再一个呢是互相会有帮助的啊。你的写意啊对墨骨啊对写意也有帮助，写意对墨骨也是有帮助的。学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了啊。好，继续啊。然后以后如果画墨骨的话，我就把这个案例的白描，我自己可以先描一下啊，描一下，然后弄成电子版发给大家。那么作为一手独一无二的这种一手资料，而且我的这一套的这个册页啊，这个聚联的这个作品啊，市面上没有卖的，你从任何地方你都搜不到。因为是前2年直接，我们老师直接是从出版社安排的出版社，然后问我们需不需要，然后从出版社订的，只订了那么多，所以很贵啊。这一套册页也卖的，当时我买的时候也非常贵，现在你也买不到，反正。所以带着大家画一画啊，居联的册页啊，居联的册页，不信可以搜一搜，绝对搜不到啊，我搜过好多回了。你看居联的，你可以从网上搜一搜，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要么就是它的那个4条屏，啊比较常见的那个是能看到的，要么都是很小的那种什么，花卉，什么石头图啊这种的，很少有像这个内容那么丰富的这个册页啊，要么有的特别简单啊。要么就特别的长，特别的大。这一套是真的很好。
像这种比较嫩的叶子，它都是直接接过来，红色啊，红色的杆儿，然后呢，点一点绿色进去啊，点一点绿色撞进去，不能太红。哎，底下呢有了这个，你看有了浅色，那么这一块呢必然会有一片深色的啊，一小片深色的叶子啊，做一个对比，同时又可以把这个花的形状、外轮廓形状，哎，给它衬出来了。你看画画啊，画画这个考虑的比较多，看到没有？他考虑到的不光光是一方面啊，考虑到几个方面，是一个理性与感性的一个结合。哎，你看，放大一点吧。过一阵得安排画一只兔子了，对吧？马上兔年了啊！教咱们这个属兔的朋友画画兔子。我的橱窗好像没开通吧？我不知道，我开了半天，定金也交了啊，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没，等下课之后我再研究研究啊，不要着急。你可以先去学浪里边啊，去学浪里边看一下，搜一下，不知道开没开通，里边有东西吗？他老提示我要要干啥来着？反正特别麻烦这个东西啊。我不太懂，也是刚接触这个嘛，之前也没研究过啊，没研究过。谁能想到呢？谁能想到最后来这儿了呢？哎，这一片叶子它就是撞水啊，撞了很多。先把颜色铺上啊，铺上之后再来解决它上面的深浅呢，这种
颜色的变化啊，做一些处理。好，那么它这个颜色啊是比较薄的啊，比较薄。先把重色我们全部积在这个叶子的根部。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紧跟时代潮流啊，否则就没饭吃了啊。然后赶紧撞水啊，撞水撞水，甚至你可以撞一点白进去啊，我们撞一点这个白色进去试一试。那么这个白一定要调得很浅啊，好不好？试一下，我感觉撞一点白色可能这个也更漂亮啊。这个地方轻轻的，哎，你看装一点白色进去，那么这个颜色啊更漂亮。那么这个白一定要浅，本来是要撞水的啊，我现在换成撞白了。因为这个叶子啊，它反面的叶子经常会有一种发白的感觉，对吧？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么撞一点白进来，哎，它好像比撞水效果要好，看到没有？哎，它比撞水的效果好，对吧？比撞水效果好啊，明显。撞水效果不大明显。对，你喜欢这个课程的同学啊，首先呀要关注老师啊，关注老师的抖音号。至于其他的啊，直播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啊，买不买课啊都没关系啊。看它这个尖儿啊，这个尖儿处理的也真是没谁了啊。这么细小的地方，哎呀，变化这么丰富，你看看，这个地方还拐个弯儿啊，这个地方还拐个弯儿。那么拐弯的地方重一些啊，凹进去的地方哎重一些。那么我们用这个绿啊，把这个浅的地方撞一个颜色，放大瞅一眼。好，放大一点。文强老师啊，文强老师，我表弟嘛。文强老师也是特别沉稳啊，特别的能够沉下来的这么一个人啊，不容易，一点不浮躁啊，比较慢的这么一个人啊。那会儿去济南啊，文强老师没事的时候呢，我就看他一个人啊，就在自己的这个桌子上面，自己拿着毛笔啊，在那写啊，画画啊。他去哪儿云游了？我也想云游。
说我的什么？说我的猛禽画的特别好啊。麦克对书生来讲也对对对，哎呀，我特别讨厌麦克，那会儿啊，就是被逼的不行了，有时候就非得让你去。所以现在有现在的好处啊，自己能做主了，对不对啊？之前就有点强买强卖的意思啊，就非得有时候都那些话术啊，都来不了，都说不来。是卖画是没错啊，这都没错。我认为是专业的事情啊，是应该就是专业的人干，对吧？公司都有销售了，你还折腾折腾我们干嘛呀？好，哎，不说那些事儿了啊，不说了。我们来画这个下面9点之前，争取把所有的叶子和枝干画完啊。9点之后呢，画小蜜蜂。9点之后画小蜜蜂啊。他画小蜜蜂，我那个这本这个画册里边册页里边啊，各种各样的小蜜蜂都有啊。有一种小蜜蜂我都没见过，他画的，回头我得查一查这什么蜂啊。你看居莲他和那个谁呀、和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我们之前画凤凰学的那个华严，华严啊，华严画的画呢也比较有意思，比较比较有趣啊，比较有趣的这么一个人。回头他的有一套这个画册也特别有意思啊，画的这个什么，之前不给大家讲过吗？有老虎被蜜蜂蛰的，对吧？被野蜂蛰的啊，有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八哥抓青蛙的啊，特别搞笑。以后带着大家画一画。呀，若雨来了。哎，把图给拿出来吧。把素材图找出来，忘了啊。我们画到旁边了啊，画到这一块来了，画到旁边这一块了。这个也不能用工具标一下啊。
这个尺寸是43啊乘以50，43乘以50。对，墨骨化，你看像这样重的地方，它是边缘的地方啊，你可以往里边增加。那么这片叶子浅啊，这一块重，中间这一块呢有一个中等程度的叶子啊。首先也是用这个深色，我们可以打个底。然后再撞入绿色进去啊，撞入绿色。好，这儿还有一片叶子。刚进来的同学可以先关注老师的抖音号啊，先点个关注。正好是进到群里边啊，进到群里边，我们课上啊、课下的时候会给大家发这个一些资料啊，比如说这个案例图啊，或者是一些线稿啊。有的同学需要线稿啊，会发一些线稿给大家。墨骨也画这么细腻啊，墨骨本身啊它就很细腻嘛。那这个地方也可以撞一点白色进来啊，撞一点白色。我感觉撞白色呢比撞水的作用更好。
有同学跟画吗？能不能跟上？需不需要等一等？我再调一点颜色啊，颜色用没了啊！以后大朋友学员都来跟我画啊，还好多不认识我的呢。那么深的颜色是这个花青加一些淡墨啊，花青加一点淡墨，花青加淡墨可以调出一个深一点的颜色啊。然后浅的颜色呢，这个绿色啊，就是加3绿，或者是加这个芝绿。根据自己的颜色进行调整啊，你就调出它这个色相来就可以了。如果调深了，你就加点浅的啊；调浅了呢，就加点深的，就这么简单，不是特别复杂。好啦，继续啦。对，我们这个认识我们的不多呀。藏的太深了啊，把我们藏的太深了。那都没关系啊，现在都没关系。慢慢画啊。你比如说，你一张画，你花个2、3天时间，你能给它画的很好，那就比你啊一天画一张，画的自己还不大满意都强，对吧？这个墨骨画呀，你慢慢画，慢慢画，它是能够增加你的这个对于绘画的信心的啊。我上一节课不说吗？我之前教过一个学生啊，也是个成人，画的一开始惨不忍睹，最后画的可好了。等下节课我把之前他们的这个作业啊，我发一发给大家看一看。真正的画这个墨骨呀，真的是修身养性啊，你一点都不能急躁，对吧？时间表暂时呢就是，这一周我是基本上是就是播了几次了，今天第3次了啊，暂时还没有定下来。正常的应该都是晚上吧，目前都定晚上。我也不知道白天人多一些还是晚上人多一些，感觉都不大多啊，可能别的老师那儿多一些吧。
我怎么感觉都没什么人似的呢？主要是看大家的大家的时间。好，现在把下面的这个枝子啊往上添一添啊，添一添，然后再来画上面的这个花。先把枝子添一下啊。那么这个牡丹的枝子呢，你看啊，很明显呢，底下是一个木本的，上面呢是一个草本的，所以有两种颜色。我们你可以首先呢画出这个草本的吧，不要太干啊，画的时候不要太干。首先属红啊，画的时候呢，你水分大一点，不要让它干的太快了啊。那么水分大一点，它的颜色呢相对来说它可以浅一些。好，那么从这儿开始穿插了啊，穿插了。注意呢，下面这一部分呢都是这个盖儿与枝啊，盖儿与枝的这个距离，对吧？那么基本上是1:1的一个位置啊，底下留一半，上面留一半，写上去啊，写上去。哎，一波三折，看到没有？一波三折，我放大一些啊，一波三折，1、2、3，一根小枝子，不要让它干了啊，快干了。这个时候准备好另外的咱们这一支笔啊，你可以蘸一点浅浅的藤黄啊，调这个绿，浅浅的藤黄啊，藤黄多一些，啊，调一点这个淡绿，撞进来，趁着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哎，走一遍，哎，你看看这个颜色，既有红，哎，又有黄，还有点绿。同样啊，你也可以先呢，直接用这个颜色啊来勾这个枝子也是可以的，对吧？那么都是道理呢，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了啊。直接用这个颜色，沿着这个走上去啊，走上去。太绿了一点啊，太绿了一点，调点黄。然后这只啊属红，但属红。那如果是运寿瓶啊，它是怎么画的呢？它是勾啊，它是等干了之后勾个边儿，它是干了之后整体勾一遍啊，用这个红色勾一遍。哎，运寿瓶是这么画的。那么这一章啊，居联呢，它是学习啊，它是采用了运寿瓶的这种方法，所以啊，它也是等干了之后勾的啊，等干了之后勾了这个边儿。那么这个绿目前看着啊有点刺眼啊，有点刺眼，太绿了啊，调一点赭石吧，压一压啊，压一下，不然太绿了。看这边呢是一个它的一个枝子上面啊发的那个芽，你可以先用红色啊，直接先用
浅浅的红啊，属红，偏一点赭石的这个颜色，也可以先用黄啊，就是勾这个镜的时候这个颜色啊，先用哪一个都行，然后再撞色进去啊，再撞色进去。用了第一个呢，就用第二个颜色撞；用了第二个啊，用第一个颜色撞啊，撞进去。哎，红绿红绿的啊，红绿红绿的。上面让它深一些啊，让它深一些。好，旁边哎又有一个啊。谢谢啊。我看看谁在说我很害羞，又发生什么事了？我看看留言。月下清河。大家自己找一下。我现在我不知道我那个弄成什么样了，我不知道我那个小黄车弄成什么样了，是弄上去还是没弄上去，我也搞不清楚。就刚开今天晚上直播之前，有个同学在群里边说买课了，买到课了，但是我一看小黄车好像没有，我一会儿再看一下啊，不知道我成没成功，是不是没有成功？他提示我要开通个什么东西，我也没开通，所以还是一会儿再看一看吧。还没建小黄车是吧？那还没成功啊！哎呀，特别的艰难呐。好，下面呢就是用赭石啊，赭石哎来画个枝子，里边还少画了几片叶子啊，我来加一加。里边还有几片叶子没有画完。啊，攒人气才能挂小黄车呀。有的说有，有的时候没有，我都不知道是有还是没有。橱窗好像是没有东西，我感觉是没有成功，因为我那会儿看了一下。这叶子还没画完。等我下课了，我再去看一看吧，再研究研究。这边也撞一点啊，撞一点白色，撞一点白。
声音又小了是吧？没力气了，讲的没劲儿了。好，下面我们用赭石把这个木质的这个树枝画一下，找一支笔。目前我不知道给大家带一些啥啊。我看大家应该这么多老师都带货，大家应该也不缺东西吧？等我有了比较觉得还不错的东西，给大家带一带啊。暂时呢，我还没有发现。不过我买的那个卡纸，我觉得还可以啊。等回来之后我再试一试，看一看。调点赭石啊，调点赭石。戴老师的画，画不够带的。好，我们撞一下赭石。那么赭石它是赭石撞了什么？撞了墨啊，赭石撞墨，基本上就是赭石撞墨。感觉我的这个留的多了点啊，它的留的少一些，我就出来一点吧。画长一点啊，画长一点。颜色可以湿润一些啊，水头可以大一些，水头大一点。那么注意啊，像这样要出枝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它是有结的，对吧？哎，它要鼓一点，稍微注意一下这些就可以了。不要太，这个就不要画的太什么，太直啊。要有的地方鼓一点，有的地方凸出来一点啊，像树瘤这种感觉。那么现在啊，这个颜色比较红，对吧？比较红，我们再撞一些墨进去啊，撞一些墨进去，淡墨啊，你说像这样的地方撞一点淡墨，边缘的地方啊，撞一点淡墨进来，然后刚才的撞粉的这支笔啊，撞一点粉进去，这里边要撞一些粉进去啊，撞点粉进去啊，特别漂亮。哎，颜色就马上就会少了一些这个特别红火的这种火气的感觉了，是吧？再吸一吸啊，然后把墨呀再点一点。好，那么这边啊又出一支，这是中间的这个啊，上节课说这个构图它是3线式，对吧？
这是个主枝啊，这是个主枝。湿润一点啊，湿润一点不怕。你看这个墨里边，我是刚刚兑了这个淡墨啊，这样颜色呢沉稳一些啊，否则有些太红了。刚才画的这一支啊有点太红，所以呢我又兑了一点墨，总有解决办法，对吧？所以画画它是一个及时需要我们边画，然后呢一边调整啊，及时的调整它，不断的发现问题啊，解决问题。哎，然后呢再撞墨啊，撞墨，该重的地方呢撞一点墨，哎，点一点进去。特别小枝子啊，小枝子它一般颜色会深一些啊。好，间接性的啊，点一点，还能点一点，像点胎似的啊，再点一下，然后再撞白。呦呦呦！不急不躁啊，2节课你给他画完一张就挺好的了啊，画的还质量还高，对不对？如果1节课画一张啊，质量估计高不了。虽然能画完，但是质量不一定能高，肯定会有比较粗糙的地方啊，这是必然的啊。一切好的、优秀的作品必然是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推敲，不断的一点打磨，肯定是这样的嘛。所以咱们宁可多花一点时间来完成一幅作品，你要不要说是像赶时间似的啊？咱们既然学习这个，你就不要赶时间了啊，这就是一个消磨时间的事情。好，再把这个枝子画了啊，也是这是墨啊，这是墨，淡墨。从上面你可以从上面往下啊写下来，像写字一样，像写隶书啊，隶书。也不要写太直啊，不对啊，不是像写隶书啊，应该像写什么写那个魏碑似的这种感觉啊，写尸骨文呐、魏碑似的啊，要点着下来啊，要倒插着毛笔这么下来，那么这个树干它会更加的有力量啊，更加的具有沧桑感，不要太顺滑。我是裱在了板子上啊，裱在了板子上。好，再撞一些白啊，撞一些，这是这不是卡纸啊，我是用的宣纸，我自己裱在了板子上啊，显得比较平整啊。这是个块板子，你看底下是块板子啊。你们会不会裱？
如果不会裱，回头我给大家发一个裱板子的视频啊。啊，我回头把视频发群里边，我有现成的视频啊，我以前自己裱板的时候录了一个视频，好像还在。刷不平整，不能刷，越刷越不平整啊，方法错了，方法错了。这样就不用买卡纸了，你知道吧？你就准备一块画板，买一块画板就行了啊。裱熟练了，裱个板子就10分钟左右吧。裱个这么大了，我也就花个10分钟啊，都有可能都用差不多10分钟吧。然后你就等它自己干啊，干了就能用了。基本上成功率呢能够98.99%吧，基本上不会有问题啊。因为买的这个卡纸，这个成功率很低啊。我个人感觉，要么就是好一些的呢，又比较贵一些。如果有的同学说自己平时练习，不想买卡纸，觉得自己画不太好啊，不想买卡纸的话呢，你就可以裱一下，花一点时间。整点了是什么意思呀？啊，叶子没画完是吧？对，说整点把这些画完的又没画完啊。啊，整点点赞呢，谢谢啊。坏了，哎呦，这边小叶子是不是画不下去了呀？画太靠边了，这枝子出远了一点啊。好，喝口水，看一看效果啊。我把这个图给收一下，看一看效果怎么样。哎，不错啊，还可以，效果还不错哈，美美的一幅画。所以说画墨骨的话呀，它掌握了方法之后，成功率比较高啊。掌握了方法，成功率非常高。你就跟我学2、3个月吧，你就如果能学个2、3个月可能不行，因为咱们课穿插着上的。起码你学完1期之后啊，起码这个撞色的这种技法肯定能掌握。掌握之后，只要有稿子，可能一开始可能抓不准这个形，只要有稿子，大家应该都能画准，画得很好。而且尺寸不大，43乘以50几啊，40多乘以50多，我看一眼啊，43乘以50，画完裱在家里边啊，裱在家里边就特别好。你看这2节课完成的作业，多好啊！非常有成就感啊！我画着也很有成就感，自己又多了一幅作品了，虽然是临摹的。
这样有个好处啊，这是蜀宣对啊，有一个好处，我不用每一期都画一样的画，不然有时候像之前啊，每一期都画一样的画就特别难受。这个我每个案例都不一样啊，自己画着也有新鲜感，大家学着也带劲。下一节课一会儿画完了啊，画完了再说下一节课画什么。好，我们先把这个上面的嫩叶子给它画一画啊，嫩叶子还有这个小花苞，那么小花苞也是啊，和之前画这种叶子的颜色差不多，对吧？它是一个藤黄，调一点3绿啊，藤黄调3绿，或者是之前的这个芝绿啊，加藤黄多加一些都可以啊。调出这个一个基础的颜色啊，这么一个绿色就可以了。然后准备一支红色的属红的笔，一支属红笔。先呢，还是得把这个花骨朵啊给它画出来，好吧？先把花骨朵给它画出来。不要太高了啊，不要太高了。你看它整体呢是不超过这个牡丹的高度，对不对啊？所以刚才我们栀子是不是画的稍微高了一点呢？不要太高，让它歪着脖子啊，歪着脖子。歪着脖子再倾斜一点。哎，好。然后呢，撞一点颜色进来啊，撞一点颜色进来。装点颜色进来。好，下面呢就是这种小叶子啊，小叶子这右边呢，右边是有2组啊，上面有一组小的，你看看可能看清啊，2片，大概就是这样的啊。从这下来，然后这边再来一组，从这儿啊，又出来一只，哎，往上微微的挑起来，你看挑起来啊，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弧度，它就有这个韧劲儿，对吧？有一股子韧劲儿在上面，有力量支撑的。哎，谢谢大家的夸奖啊，谢谢简爱同学啊。这个认真画是应该的啊，反正也不着急嘛，现在也不用你赶地铁了，每天晚上在家里画，然后就画好了，反正也是自己的作品嘛，对吧？
回头想卖给别人，你也对得起别人，对不对？别人买了这个也不觉得钱花的冤枉，这就是应该的啊，这都是应该的。本来就是一个画画的人啊，干的就是画画的事儿。你再不好好的画，还想干嘛呀？你说干别的也不会啊，开个小黄车都不会开，还能干啥去？就把这一组叶子啊，把这一组叶子给它画出来，小嫩芽，小嫩叶，像这个什么啊，特别像那个香椿呢、香椿的这个叶子啊，这个颜色特别嫩啊。这下面呢，它又有一组这个小叶子啊，特别密集，特别的密集，特别密集。体验课的时候上过我的体验课是吗？哎，体验课给大家上少了啊。当时应该跟咱们基础课的老师换着课上。啊，跟之前教基础课的老师换着课上。好，那么这一块上面又是一组叶子啊，用笔可以灵活大胆一些，比较飘逸啊，比较飘逸。先把这个方向画出来，然后呢，一般是尖儿的部分呢比较红啊，给它留出来。但是咱也说了不算嘛，对不对呀？都挺好，反正现在也挺好的。现在还有这么多人，看画画就不错了。天天还有大家天天还有那么多同学天天督促我开课。你像猫头鹰，像那个峨眉俏妮，隔一段时间就会问我，隔一段时间就会问，我不开我都不好意思，我感觉对不起。猫头鹰来了，估计要出去溜达去了。
这里画几片小叶子啊，画不下去了，有一点画不下去没事啊，画小一点。好，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下面把这个花呀，这个小花苞啊，花苞的颜色啊，一般都比花呀要重一些啊，所以呢，我们先用这个曙红这个颜色，我们先用它来打底，然后呢往里边撞入这个白色，那么这样它就会比花深啊。大胆的画。然后中间的空它也是干了之后呢，又填了比较深的这个颜色进去。好，把白撞进去啊，哎，完美，挺好，好啦。那么下面我们把这个牡丹呢，这个牡丹还没画完，这个牡丹里边花心里边也要用这个曙红啊给它填住，填满之后干了之后，在上面点这个花蕊，它才能够比较凸显，才能好看啊。我们把这个给点上。教过花鸟提升是吧？我可能带过，有时候，他们老师有事儿，我可能会带了几次课，对吧？画过一个大孔雀，画过狮子。来，这一块啊，用比较刚才啊，就像刚才画这个花骨朵一样啊，用比较深的这个曙红给它填满，大胆的填啊，基色。你看，像这样的基色，基在上面啊，不要害怕。那么这个层次感啊，它就有了。把这水线的地方给它堵住，颜色不要太干啊！你看我颜色比较湿，我是积在上面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一会儿还得撞一下颜色嘛。如果颜色太干啊，太少，它就干得快。好，再来用这个白色的啊，白色，你看像这样的啊，这样的地方，花瓣之间的这个啊，你就撞一些白色进去，撞一些进去。哎，然后这些小的缝隙啊，小的水线全给它填上。再撞一点白，像这个花瓣啊，勾勒一下。
稍稍的提一提，勾一勾啊。哎，好了，差不多啊，差不多，别画的太多了啊，画太多我觉得太死板也不好看。像这样的，哎，等干了之后啊，再把这个黄色的花蕊一点，富贵气就有了啊。黄色花蕊一点，这个花立马就有了富贵气。因为黄色啊就比较富贵啊，黄色比较富贵。干了就会浅一些啊，现在看着比较深，对吧？干了之后可能也就这个水平吧。好，下面画小蜜蜂啊，这还有个枝子呢，这还有个枝子没出完啊，我们出一下。要勾要勾，最后再勾，完全干，等所有的统一再勾。大家都禽兽老师，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支持。那这个枝子是这么穿过来的，是这么穿过来的。正好呢，就把这个大的这个空档啊，给它填住了一点，对吧？否则这么大的空档在这儿，两个小的花苞，小芽。就是我们讲了3叉9顶，对不对？牡丹花呀，3叉9顶，它也不一定是9个顶。你看这个，它或者画了俩。同样啊，上面要撞一些这个墨进去啊，撞一点墨进来，不要太重了啊。好了，其实你看小蜜蜂有没有它都没关系了，小蜜蜂，我们还是给它画上吧。勤劳的小蜜蜂。这边啊有3只小蜜蜂啊，先给它画上，有3只。小蜜蜂啊，会画吧？2个眼睛啊比较大啊，2个黑点儿。我把图给放出来啊，把图放出来，不然大家看不到了。放大一点吧。你看，这边有3只啊，这边有3只。咱们也画3只啊。小时候看个动画片，讲这个小蜜蜂找妈妈的，好像是。它妈妈是蜂王。叫什么动画片我不记得了。
特别的感人啊，一部非常励志的动画片。它稍微，它稍微要挨着一点这个花啊，就有了采蜜的感觉啊。刚刚过来要采蜜，黑色，黑色。换一支毛笔啊。不是小蝌蚪，小蜜蜂找妈妈啊。叫什么动画片不记得了。那么它头部啊，头部与脖子这一块啊，头跟脖子这一块，淡淡的这个赭石墨啊，淡淡的赭石墨的一个颜色，是不是看不到啊？这个还得放大呗。好，淡淡啊，一个赭石墨的一个颜色啊，赭石加墨的一个颜色。这块是毛茸茸的啊，毛茸茸的一片。然后呢，可以撞一点白色进去啊，想让它毛茸茸的，就撞一点白色进去，撞点白色进去啊。中间呢，可以再拿这个淡墨啊，中间点个点儿，竖着，哎，竖着，点一下。呀，今晚帮我点了3000赞呢，谢谢啊。好，再来赭石啊，赭石，赭石加一点土黄啊，赭石加一点土黄。赭石加一点黄，哎，不用加土黄，加黄也行啊，赭石加黄也行。来，赭石加点黄。它其实有一段是比较黄的，中间这一段啊是偏黄的，然后到了底下才是偏什么？偏赭石色啊，偏一点赭石色。尾巴要尖一点啊，尾巴尖一点。哟，别画大了啊，一放大容易画大，别画太大了啊，一会儿感觉稍稍有点大了啊，控制住。控制住啊，然后呢，淡墨啊，用淡墨，轻轻的画出翅膀。翅膀要有一种通透感，所以呢是淡墨，看到没有？特别淡的墨啊，有些地方想让它，但也不能完全一样啊，所以有的地方，哎，重一点。你看这里重一点啊，有一种通透的感觉。也可以往里边注入一点清水进去啊，撞一点清水。撞一点清水进去啊，我们看看。撞水啊，不要撞粉。这个眼睛颜色干了之后会有一点浅，回头给加重一点。加重一点。然后趁着这个身子没有干的时候，哎，再等一等啊，现在太潮湿了啊，太湿了。把触角
还有腿。小腿给画一画啊，前面俩，一边俩，后面一个长的，后面一个长的。大概是这么个样啊，和那个什么螃蟹的爪这种感觉很像啊。这个昆虫的它这个腿啊，那小蜜蜂啊，它一般这个后腿的前面啊会比较粗一些，到中间关节处两头比较尖，哎，到底下了它又稍微相对来粗一些啊，会粗一些。这个你可以等它干了直接画，也可以现在画。现在画可能没有那么清晰啊，这个没有那么清晰的纹路。干了之后画出来，它这个会更清晰一些啊。咱就抓紧点时间，别画太大了啊，稍稍有点大了。哎呀，一会儿把这个眼睛啊再加重一点，这个眼睛怎么也不重。再来画，再来一只。眼睛怎么就不深呢？后面再来一只啊。这是加藤黄，这是加藤黄，小心别大了啊。感觉又有点大，蜂腰啊。点的时候啊，不要，可以写意一些，就是说点的时候不用挨得太紧。
小蜜蜂，哎，蜜蜂画大了，画大了，画大了。大家一定画小一点啊，一定画小一些。哎，不应该画，越画的像这样的啊，就因为有时候就不能画的太细，一个小东西，对吧？如果太刻画它了，有时候就容易画大，但是没办法了，大就大点了，只能是。这个画小点吧。像这样啊，轻轻的带过，反而可能效果会好一些。画大了啊，这两只画大了。好，我们再回来画面的中间这一块，这个地方还藏着一只啊，这个地方还藏一只，藏在了花丛中啊。是大黄蜂，好像是大黄蜂了。小，一定要小。好，哎，这个小一点啊，千万要小呀。半生熟的纸也能画，但是看怎么画了啊。这个翅膀呢，就有一些通透感，因为这个底下有花啊，颜色就薄一些。
这个小，哎，这是一个小蜜蜂啊，其他的那几只都变成大黄蜂了。哎呀，一边说别画大了，别画大了，画大了。哦，别画大了啊。你要画昆虫啊，画这一类的东西，嗯，我们知道齐白石画的好，还有谁画的好啊？肖朗画的好啊。就王学涛的学生啊，肖朗，他有一个草丛册，写意的啊，一个小本本啊，特别好。大家可以从网上看一看啊，看一看。哎，回头我看一看啊，给大家带一带。那个特别好。你要想画草丛啊，你就学他那个画写意的。小蜜蜂嗡嗡嗡，行了吧？还画吗？这还有2只呢，画不动了。还有2只啊，挪旁边去，看不到了，这个就不看了。画完吧，还2只了。画完把叶脉一勾啊，花蕊一点。10点钟看能不能，10点钟看能不能结束。昨天幸亏是把这2朵花画完了，要不然今天得画到11点去。再画1只吧，这个就画1只算了。不然都是什么成双成对了哈，这个小蜜蜂怎么都还。
这个黑点儿啊，其实是应该是干了之后去点好一些啊，现在点跑了，干了之后我再调整一下，再给它重新点一下，就画一直了，就让它孤零零的。好，我们再来点花蕊啊，把花蕊点一点，然后把叶子勾一勾。花蕊呢，用藤黄啊，用藤黄。用干净一些的藤黄啊，调一点藤黄，挤一点藤黄，可以点的稍稍厚一些啊，花蕊。啊，用这个鹅黄也行啊，用鹅黄吧，用这个鹅黄。用鹅黄，再准备一支小笔啊，蘸一点太白，稍稍有的地方要撞一点太白进去。可以分3节课学习啊，就反正差不多了啊，3个小时也还好吧。现在9:44，以前上课不有时候上到11点的吗？也很正常啊。来，我们点一点太白啊，上架，上哪儿？你说上的小黄车呀？如果3节课的话，这个就有点时间，有点富裕啊。2节课呢有点挤。感觉声音小的同学是不是用电脑听的呀？是不是用电脑看的？如果是用电脑的话，好像是有一点。哎，放大一点，放大一点啊！忘了。这支笔不好用，换一支。不好用啊！好，我们点的时候呢，可以点厚一些啊，看着啊，用个小小的小白云，哎，小小的积在上面，看到没有？那么可以基本上啊，可以让它3个呢成为一组啊，3个一组。那么像这样的深色的地方，这些缝里边啊，多点一些，多点一些，因为有这个深色衬着啊，衬托的这个花蕊才好看。如果花蕊是点在白色的上面呢，它不见得那么好看啊。有的密一点，有的大一些。啊，先积的多一些啊，不要害怕，你就颜色啊积在上面，因为中国画的这个颜料啊，它反正它跟西画不一样，它又没什么覆盖能力，干了之后就很浅了啊，你看着水，你看稍微吸一吸就没什么东西了，所以不要怕，往上面积住它啊，积着，要么你就点厚一些也行，颜色点浓一点啊。就像立粉一样啊，古代不有立粉法吗？
咱们这个一般都是用立粉啊，但是得用铬粉啊，立粉的话得用铬粉，太白是立不起来的啊，只有铬粉矿物颜料啊才能立起来，它才能够有厚度。但是目前我这没有现成的这个铬粉啊，如果有现成的铬粉呢，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铬粉干了之后啊，它就一颗一颗用手一摸呀，都是凸起来的。我画的那张观音不是那个观音头上的一些那个饰品嘛，不是凸出来的吗？哎，就是用了立粉，立完之后它就很高。你去那个看壁画的时候啊，有些壁画呢，它上面啊就有很多的这种立粉的方法，特别是法海寺壁画。来，然后啊，有些地方啊，你看再撞入一些白色啊，那它不就亮了吗？特别是在特别是有深色的这个颜色，红色的地方的花蕊，你看一点它就亮了啊，它就有了什么体积感，有了光感啊。再放然后再看整体，哎，这个花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然后缝里边呢，再加一加啊，有些地方再加一加，像这样的缝隙啊，缝隙里边，这就比较多嘛，比较茂密啊。哎，谢谢王鑫啊，给我刷礼物了吗？哎呀，大家不必啊，不必刷这个小礼物啊，少刷点儿，攒点钱买课啊。好，那么接着画下面一朵了啊，下面一朵。那么这一朵它是没有开的，对不对啊？没有开啊，它这个花蕊呢，它就是要包裹在一起，它有一种这种交叉的感觉啊，它长的时候，所以点的时候，哎，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它有个方向感啊，这边的呢都是往中间聚啊。然后这边呢要往这边来，稍稍要画出这个花蕊的这个柄啊，有一种朝中间去的感觉啊，因为被裹在里边了啊，没有打开。那么这些啊都能够增加那个画面的生动性，对吧？这些细节的地方你注意到了，它是能够增加画面的生动性。那人家一看你这画，哎呦，这个你就不能画的太奔放了，对吧？不能是往外这么扩张。然后里边可以密一些啊，里边可以密一些。那么在深处的地方啊，就浅一点啊，浅一点。这个呢就不要点太多的太白了啊，因为它是被裹在里边的，颜色会深一些，所以这个黄啊就不要太亮，它干了之后会与这个底色再融合一些，就会没有那么凸显。区分好，好等它干吧，不管了啊。下面就勾这个蕊了啊，勾叶脉了，勾叶脉。那么叶脉呀，它也不是用墨色勾的啊，它是用的这个类似的颜色。比如说这个是绿，它就比它深一点的绿啊，这是偏蓝，比它深一点的蓝。不要用纯墨勾，纯墨勾它就太突兀了，它就浮在上面了啊。啊，这边这个还没画完呢。这个叶子上面稍微的勾一下啊，把这个红色
勾勒一下，包括它的这些小的这种啊偏嫩的这种叶茎啊，它都是要勾勒一下的。它是和运寿瓶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啊。哎，勾勒一下，那么显得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厚度，你看到没有？有一个厚度。这是运寿瓶画这个花，它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这样的啊，特别常用的一种手法。好，谢谢大家啊。来吧，勾花蕊，勾这个叶脉了啊，勾叶脉。勾叶脉要注意什么？叶脉的它的一个生长的这个结构特征啊，叶脉的结构特征。有10点了，我得画快一点。这个视频如果太长太大了，太大都上传不上去啊，因为这个视频太高清了，我录的时候选的那个都8、9个 G 了，超过10个 G 都上传不了。哎，这个深的呢，偏深的呀，你可以这个叶脉啊稍微深一些啊。也不能太浅了，太浅了看不见了，一干，你看这干了都看不出来了。这叶脉得勾一会儿了啊，这个叶脉不少呢，这么多叶子，你就分组勾啊，分组勾。勾的时候注意用笔啊，注意用笔提按啊，轻重。叶脉勾好了，这个叶子就是特别的有精神啊，特别的好看。叶子也就不再是一片普通的叶子了。我先把深的勾完啊，深的勾完了之后呢，再来勾浅的，这样就省得老是来回的调颜色嘛。是的，我也开播了啊，才看到吗？
看这个燕麦啊，它这燕麦画的，看起伏，它还有起伏在里边，看，还不是，它还不随便画。它有了起伏，这片叶子啊，它就有了起伏。不是一般人啊。所以现在笔上的这个颜色浅了，这个墨特别淡了，你就可以勾这个绿色的，它就不会太重。好啊，谢谢大家啊，谢谢简爱同学啊。没关系啊，咱们能够一起画画就比较好，聊聊天，画画。反正一个人也是得画嘛，对不对？还有人陪着，这么多人陪着我画画。平时在家画画都没有观众啊，见怪不怪了。哎，这个没有这个是这样的，画掉了啊。如果你害怕这个墨色，怕这个颜色太重啊，你就也可以用这个三绿啊，里边再加一点墨啊，用这个绿再加一点点墨。其实这个还好啊，因为已经不重了。我的课就是晚上啊，最近啊就是晚上，下一节课呢是下周一啊，下周一基本上都是晚上吧。如果回头改时间了，再通知大家啊。其实我是想白天上课啊，白天上课会比较好，晚上花时间太长，影响大家休息啊。这叶子也太多了呀！哎呀，改白天呢？白天也行啊。勾叶脉还勾半天。
晚上有更多时间是吗？这都一阵白天，一阵晚上。对，晚上直播的老师太多了，你看看都竞争不过。我想选择白天是为什么？是因为这2天啊，我在播，是因为我家小孩没在家啊，小孩去他姥姥家了，姥姥帮我带着呢。如果小孩在家的话，就特别吵，晚上的话，我怕影响大家的影响这个课程质量啊。小孩在家就很吵，所以这2天我抓紧时间啊，天天晚上播。如果小孩在家，我连给你们回信息的时间都没有啊，那天天太小，需要人看着啊，带着。再过2年上学就好了。你们勾叶脉是不是勾得特别快？啊，要勾慢一些啊。勾叶脉呀，才讲究这个笔法，讲究这个用笔啊。勾叶脉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水平。所以有时候我看别人的画，根本不需要看什么画的，有的可能整体啊气势上感觉挺唬人啊，像类似于这样的工笔画呀或者写意画呀，那其实通过一些细节啊，一些能够见功夫的地方，你一看就能看出这个水平怎么样。所以那会儿经常是会有一些人来面试的时候啊，我就看，其实就挑一些比较见功力的地方，你看一看就能看出水平怎么样啊？是不是唬人的？好多唬人的啊！我这是搞在板子上的，对，我是用水胶带啊粘在板子上了。哎呦，这个浅叶子目前还不能画，因为它是用红色画的啊。所以呢，我们先只能画这个深色的叶子啊。
这个叶脉啊，它得有包裹的这种感觉啊，别画的跟鱼刺似的。有的同学画的跟鱼刺似的啊，叶脉要有包裹的感觉，一层一层的向下，你看裹在一起，它其实就是这个叶子的骨架，叶子的骨架。你看冬天的时候，叶子干枯的时候啊，有的都烂了，对吧？就剩一些叶脉在上面啊，像鱼骨头似的。它其实就是个骨架，但是它是裹着的啊，它是围绕着这个边缘裹起来的，它是根据形状来的。谢谢大家啊，少刷礼物啊，少刷礼物，没必要，咱又不是娱乐主播。好，快画完了啊，终于快画完了，再坚持坚持啊，大家再坚持坚持。好了，那么这些叶子啊，嫩叶子用红色啊，用红色来，调朱砂吧，朱砂加曙红啊，用一个稳稳当当的颜色，不要太深了。哎，看，来用红色。好，这一块就比较复杂啊，谢谢啊，谢谢大家。根据它的形状啊，根据它的这个姿态，我们来勾这个叶脉。
这个画的跟那个原画不太一样啊，这一片叶子，不要用胭脂勾啊，胭脂太深了呀，胭脂这个颜色太暗了，千万不要用胭脂啊。好啦，啊，这边还有，这边，这里还有呢。啊，这里还有啊。好，现在没有了吧？检查一下，好像没有了啊。哦，这还有一片。好，马上结束啊。好了，结束了。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啊，除了这两只大黄蜂大了点儿，除了两个大黄蜂大了点儿，还不错啊，辛苦倒还行吧。啊，这里还有一片，也不算太辛苦啊，正常。正常以前像我们以前呢，画一整天，从早画到晚都很正常啊。只是说这个坐着不能到处跑，不能说一会儿不画一会儿画，这就得一口气画下来。啊，这张作品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个人感觉也还很满意。大家觉得呢？还不错啊。没有用线稿，没有线稿啊。后来 P 了一个线稿，也不太清晰，我发群里边了啊，大家想可以用线稿啊。我这张呢没有用线稿，是直接这么画下来的，所以有一点地方啊，有一些地方也不是特别的准啊，所以有些地方也不算特别的准啊，不算特别的准确，90%的准确吧，90%、95%左右啊，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尺幅不大啊，尺幅不大的话呢，我是不要稿子，我是能画下来的，无论是工笔还是墨骨还是什么东西啊，只要尺幅不是太大，不需要稿子是能画下来的。就像那会儿给大家画4尺的画老虎是吧？没有稿子也能画下来，啊，4尺以内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好了，那么这张啊，咱们就画到这儿啊，画到这儿。那么我们看看下节课啊，下节课画什么啊？下节课我选了几张啊，大家看一看呗。大家看一看啊，有的同学说太难了啊，想要简单一些的话，我们也可以画简单一点。这张也行啊，这画的是这个栗子，但是栗子其实上面这个刺儿啊，这个毛刺儿啊不好画，很考验功力啊，非常考验功力。画写意也可以啊，画写意也可以。画写意也行啊，随便大家。我是穿插着画，这几个画完，下几个再画一张墨骨，然后再画写意了啊。因为我等我的那个纸，等我的卡纸，
纸到了我再画写意。要不就画这个吧，这个白菜啊，白菜，画这个啊，菜花，还有蝴蝶，蝴蝶太多了，1只、2只、3只、4只、5只、6只，又6只啊，不是6只蜜蜂，就6只蝴蝶，再加一个蚂蚱，蝈蝈，葡萄也行啊，反正我们后续啊都会画的啊，早画晚画的事儿，好吧？我到时候画一个稿子给大家发给大家。这个套册页没有卖的啊，这套册页没有卖的，绝版了，买不到。豆角，对，墨骨啊，豆角。画虎头，画什么虎头啊？粉粉的是菊花啊，粉粉的是菊花。镜头看墨骨不太清楚，怎么会呢？我今天给它调的非常的清晰啊！你看，你看，这得多清晰，对吧？我之前不清晰是我不会调它啊，但是我的设备是没有问题的，我的设备买的还非常好的。好，那我自己定了啊，下一节课先画这一张吧，先画这一张吧，还是一节课不知道能不能画完啊，画不完就还是分为2节课画，然后画完这一张之后，我们就画写意了啊，就画写意了，画完写意，然后再画墨骨，好吧，穿插着画，再夹杂着画一些小动物啥的啊，到时候挑一些刘奎林的作品啊，再给大家画一画，好不好？哎，周一上课啊，下一次课是周一啊，周一晚上7点，好吧，周一晚上7点，这个需要截屏的同学就可以截下屏啊。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啊，时间不早了，大家早点休息吧。行，都可以，反正都得画。后期只要你看我的课啊，后面都会画到这些啊。这基本上这套册页我是预备把它全部画完啊，我自己也想画。好，那么我就结束直播了。小黄车可以看回放啊，大家可以上学浪也可以看。这一节课的上一节课的这个我是可以免费让大家看啊，大家不一定非得购买。先看看啊，有些同学搞不清楚的，你可以先看看，好吧？比如说新来的同学啊，想学的同学你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好的，好的，那各位再见，晚安，我关闭了啊，拜拜，拜拜。